世界上最頂尖的戰略運輸機到底該是什麼樣子？在蘇聯人看來，既然是運輸機，那麼就越大越好。於是有了全球現役最大的量產軍用運輸機安124，其最大起飛重量高達405噸，載荷可達150噸，配備雙層艙門和內置起重機，能夠直接運送主戰坦克、火箭等超大規格的重型裝備。對男人來說，大是好事，但對戰爭來說，只追求大就一定會吃大虧。於是美軍便打造了被譽為最均衡、最全能的現役戰略運輸機 C-17環球霸王3。這家伙載重達77噸，看似不如安124運得多，但是如果要較量短距起降和戰術滲透能力，以及如何在簡易跑道上部署重型裝備， C-17能把安124吊打的親媽都不認識。這兩架戰略運輸機各有優勢，都能夠名列頂尖戰略運輸機之列，但在我看來還遠稱不上最。那麼什麼樣的運輸機才能成為最頂尖的戰略運輸機？美國空軍最近公布了下一代的戰略運輸機，給出了答案。它不但要大，擁有誇張的續航能力，更重要的是，它還能在前線的簡易機場，甚至到處是坑坑洼洼的野戰跑道起降。那麼這個 NGEL 到底是一款什麼樣的飛行器？它真的能夠順利接棒服役數十年的 C5 和 C-17嗎？若是真造出來，又將對未來戰爭形態產生什麼影響？根據軍用網站 Air and Space Force 報道，在6月12日的時候，美國空軍機動司令部正式啟動了關於下一代戰略運輸機的規劃。它的任務是在2030年代後期逐步接替服役數十年的 C5 銀河與 C-17環球霸王3。在最新發布的資訊需求書裡，美軍給各大軍火商劃定了明確的研發指標。第一條硬性規定就是 NGEL 的翼展絕對不能超過223英尺，折合公制大約為68米。美軍死卡68米是有原因的。美軍分布在全球的空軍基地，其机庫跨度、滑行道寬度、停機坪間距都是按照現有的標準建造的。如果新飛機的翼展達到80米，全球幾百個基地就得同步翻修，基建成本将變成不可控的天文數字。所以 NGEL 必須在现有的物理框架裡實現性能突破。第二項指標，貨艙必須具備至少16萬磅，也就是 72.6 噸的載重能力，並且在不依賴空中加油机供油的情況下，航程必須突破2500海里，也就是4630公里。讓這組數據縱向對比美軍各大戰略運輸機，它剛好卡在現役 C-17與 C5 之間。C-17的最大載重是77噸，而老大哥 C5 的最大載重達到129噸，一架 C5 就能吞下4輛 M2 布雷德利步兵戰車或者6架 AH-64 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美軍沒有盲目追求 C5 那種120噸以上的載重，而是把噸位卡在 72.6 噸上下。這意味着美軍追求的是在載重量與戰場靈活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在後續的文件中，前線部署能力被提到了核心位置。文件要求新機必須在半整備場地甚至簡易跑道環境下運作，並且必須降低對地面大型裝卸設備的依賴。這意味着當 NGEL 降落在一個沒有塔台、沒有混凝土跑道、沒有地勤人員的荒島土跑道上時，它不能依賴地面的液壓升降車，必須依靠自身的設計，在幾分鐘內完成物資卸載和兵力再部署。這種設計邏輯源於美軍近年來推行的敏捷戰鬥部署概念，把目光投向印太地區。在廣闊的太平洋上，傳統的中心化基地，比如加索納、關島，在衝突爆發的初期，必然會面對對手長程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武器的飽和打擊。如果把所有的戰略空運力量集中在幾個大型樞紐，容易被對手一鍋端。所以 ACE 概念的核心就是分散風險，把戰機、彈藥、人員分散到幾十個、上百個無名小島和臨時機場上，讓對手的偵察系統無法鎖定，讓對手的導彈火力分流。在這樣的戰術閉環裡，如果運輸機只能在硬化混凝土跑道上起降，那前線的分散基地就會斷絕補給，沒有航空燃油，沒有副油箱，沒有導彈備彈，分散部署就會變成坐以待斃。因此 NGEL 必須具備高度的環境適應性，它要能在未鋪裝地面強行降落，卸下物資後立刻拉起升空。除了能幹苦力，它還必須具備在高威脅環境下的生存能力。空軍要求厂商在方案中提交空投系統、網絡安全防禦以及主動自衛方案。目前，美軍正在推進大型航空器生存系統計劃，預計在2031年前投入超過5億美元，專門用來提升空中加油機和戰略運輸機的導彈防護能力。這些紅外對抗、激光防禦系統未來都將成為 NGEL 的標配。從這些設計和數據可以看出，在美軍眼中，未來的戰略運輸機不僅是一個貨艙，
還是一個具備網絡防禦和電子戰對抗能力的空中平台，一台在天上來去自由的空中巨獸。按照五角大樓的規劃 ，NGEL 將在2038年前后開始服役，逐步接過全球戰略空運的盤子。規劃雖然很好，但它未來是否真能穩定落地？對此，我們可以來看看它的前任 C-17環球霸王3的研發史。那是一段用15億美元虧損和無數次失敗換來的空中霸主。在美軍的武器序列裡，環球霸王這個名字代表着純正的戰略空運血統。在 C-17之前，這個名號由活塞時代的道格拉斯 C-74和 C-124兩代老將承載。到了20世紀80年代，麥道公司接過了第3代環球霸王的研发任務。回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空軍開始尋找 C-130大力神戰術運輸機的替代者。當時啟動了先進中程短距起降運輸機項目，波音公司甩出了双發方案 YC-14， 麥道公司則拿出了4發方案 YC-15。這兩架原型機在測試中都超越了技術指標。YC-15利用吹气襟翼技術，實現了讓大型飛機在短距離內起降的技術突破。但由於當時戰略方向調整， AMST 項目在宣布中標者之前被叫停。到了1979年11月，面對長程兵力投送的缺口，空軍啟動了 CX 項目，要求造一款體量更大、航程更遠，並且兼顧戰略與戰術雙重屬性的運輸機。當時的情況頗為嚴峻，空軍戰略空運的主力 C-141星際運輸者機隊，由於長時間高強度飛行，機翼結構出現疲勞裂紋，而體型龐大的 C-5銀河雖然能裝，但它對機場跑道要求苛刻，跑道有坑 ，sorry 我不飛；跑道承重和長度不達標 ，sorry I'm 能住。面對這架高高在上的運輸機，終於美軍忍無可忍。1980年10月，空軍正式發布了 CX 運輸機的招標書，3大巨頭各自亮出底牌。麥道公司選擇以 YC-15為藍本進行放大設計，波音公司提交了 YC-14的3引擎放大版本，洛克希德公司則試圖把 C-5和 C-141的技術融為一體。1981年8月28日，五角大樓宣布麥道公司中標，項目正式定名為 C-17。相比 YC-15原型機 ，C-17換上了後掠翼，貨艙容积大幅增加，換裝了普惠公司的 F-117PW100 涡扇發動機。它的使命很明確，接替 C-141的戰術空運份額，同時分擔 C-5的部分戰略物資投送任務，讓 C-5可以專注於運送超大規格的重型裝備。但是中標並不等於勝利 ，C-17隨後掉進了長達10年的研發周期。由於冷戰末期預算收緊，國會削減了項目資金，導致初期設計工作延誤了整整4年。直到1985年12月，在項目經理鮑勃·克萊珀的敲定下，全面的全尺寸開發合同才正式簽署。當時空軍規劃的需求量是210架，計劃首飛時間定在1990年，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各種技術瓶頸接踵而至，任務軟件編寫出現大面積錯誤，起落架在模擬測試中頻繁發生故障，單機造價一路上漲，外界的質疑聲不斷出現，國會不斷開會質詢是否有更便宜的替代方案。1990年4月，國防部長迪克·切尼為了保住技術火種，將訂單從210架砍到了120架。1991年9月15日，比原定計劃晚了1年，代號 T1 的第一架 C-17原型機才在加州長灘的工厂跑道上完成了首飛。隨後 ，T1 與後續5架生產型飛機被送往爱德華茲空軍基地，開始了高強度的飛行測試。為了驗證極限過載，麥道專門建造了2架完整的機身，用於破壞性靜力測試。1992年10月，機翼靜力測試現場傳出數據，當壓力加到設計極限載荷的128%時，機翼發生斷裂失效。這距離150%的法定合規標準還差了22個百分點。數據表明，雙翼由後向前彎曲，斷裂點分布在縱梁、翼梁和肋條的交界處。這起事故讓項目直接停滯，麥道公司不得不投入1億美元對整個機翼的內部承重結構進行重新設計。1993年9月，第2根經過重新設計的機翼走上測試台，當載荷加到145%時，傳感器再次發出失效警報，整個五角大樓和國會高層高度關注。直到後續技術專家對測試數據進行複核，才發現是一個低級錯誤。測試儀器的液壓載荷設置錯誤，施加的實際力量已經超標。機翼本身其實符合150%的過載要求，雖然證實了清白，但時間的流逝和資金的超支已經無法挽回。1993年，國防部下了通牒，給麥道2年時間解決生產工藝和成本超支問題，否則在交付第40架飛機後，軍方將終止合同。在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中，麥道公司在項目研發階段損失近15億美元，直接為後來的行業大洗牌埋下了伏筆。
麥道公司的折騰總算讓五角大樓明白，永遠不要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在 C-17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時候，五角大樓開始尋找替代路徑。1994年3月，五角大樓啟動了非研發型空運飛機項目，目的是尋找 C-17的替代方案。當時擺在桌上的備選方案包括向波音採購由民用747-400改裝而成的 C-33貨機，重啟洛克希德的 C-5生產線，製造 C-5D， 或者給老舊的 C-141強行延壽。C-17的採購量被死限制在40架的紅線內，等待最終的性能終審。3個月後，美國政府問責局甩出了一份長篇報告，把空軍和麥道公司的技術論據進行了細緻拆解。空軍此前在游說國會時宣稱 ，C-17由於具備短距起降能力，在全球範圍內可以使用的跑道比 C-5多出6400條。但 GAO 的審計人員指出，空軍的研究忽略了核心變量，因為你們只計算了跑道的長寬，卻忽略了跑道強度，也就是載荷等級。C-5雖然重，但它的多輪組起落架分布均匀，對地面的壓強反而較低。而 C-17由於機身緊湊，單輪載荷極高，如果把跑道地基強度和承重等級算進去， C-17相比 C-5的全球跑道優勢瞬間從6400個機場暴跌到911個。報告甚至指出，現有的空軍作戰理論根本不需要使用那些沒有完備設施的小型簡陋機場。C-17引以為傲的戰術起降路線在當時被判定為缺乏實用價值，賬本也越來越難看。1995年1月 ，GAO 再次發布報告，原計劃買210架，花418億美元，現在買120架就要花掉395億美元，單機成本大幅上揚。同時，軍種之間的矛盾也開始爆發。美國陸軍在1994年3月正式表態，陸軍不需要 C-17原定的6萬磅低空降落傘回收系統。C-130戰術運輸機那42000磅的空投能力對陸軍來說已經足夠。而當時 C-17由於後機身氣流穩流設計缺陷，滿載空投時尾流會干擾降落傘的正常張開，空軍只能把測試限制在低重量級別。更糟糕的數據來自1997年2月的剎車測試。GAO 報告披露，在滿載狀態下 ，C-17無法在3000英尺上的濕滑跑道上安全停下，計算機模擬得出安全停機距離卡在5000英尺。為了修正這些氣動和機械缺陷，美軍甚至把躺在飛機墳場裡的 YC-135驗證機重新翻修，讓它重新恢復適航狀態，升空為 C-17收集尾流和滑行數據。到了這裡 ，C-17的誕生似乎沒戲了，因為它看着哪兒都是毛病，但麥道公司卻表示自己還沒輸。在度過了1994年和1995年的難關之後，麥道的技術團隊用高強度的工程改進，把報告裡的缺陷逐一修復。任務軟件完成了大面積重構，起落架換上了更堅固的液壓緩衝支柱，吹起機翼的控制邏輯經過反復修正，在濕滑跑道的剎車距離被控制到了戰術要求以內。到了1995年9月，測試數據表明 C-17達到了所有規定的性能、載重和可靠性指標，技術瓶頸最終被成熟的工程體系所打破。1995年1月，美國空軍第一個 C-17作戰中隊正式宣布進入備戰序列。從那一刻起，這架在唱衰聲中長大的機器開始了它在全球範圍內的部署行動。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動中，面對喀布爾和巴格拉姆基地惡劣的起降條件， C-17成了關鍵的空中生命線。它直接從美國本土起飛，經過空中加油，跨越半個地球，把陸軍的步兵戰車、悍馬車隊以及數以噸計的彈藥直接砸在最前線的跑道上。在伊拉克戰爭中，它是美軍實施長程後勤保障的支柱。在各種突發性人道主義危機面前，它的貨艙也是美軍實力的直接展示。2010年海地大地震，2011年巴基斯坦信德省大洪水，2023年土耳其叙利亞大地震 ，C-17都以極快的速度抵達震區和災区，卸下大型救援設備、夜戰醫院和成噸的醫療物資。出色的性能讓全球盟友開始跟進採購，英國皇家空軍、澳大利亞皇家空軍以及歐洲多國聯合組建的重型空運聯隊等甲方，紛紛把 C-17列為主力戰略投送工具。1997年，麥道公司和波音公司合併 ，C-17正式換上了波音的標徽。長灘的工厂流水線一直全速運轉了20多年，直到2015年11月，最後一架 C-17在加州長灘工廠劃出跑道，直衝雲霄。這架现役戰略運輸機最終鎖定了275架的全球總產量，無數波折終於造就了這台名副其實的空中霸主。如今 NGEL 踩着 C-17和 C-5的肩膀孕育而出，顯然不只為繼承他們的名頭，而是為了讓美軍在未來的海上和空中博弈再次取得優先權。未來的戰爭不再是單純比拼誰的母艦更大，誰的載重更猛，而是拼誰能在導彈覆蓋下活下來。
誰能在泥泞的荒島上完成最快速的補給，誰又能从越来越破的跑道上起飞，誰就拥有了戰略運輸的優先權。而 NGEL 就是美軍給出的新一代標準。我絲毫不懷疑，當他帶着68米翼展的限制紅線，跳出72.6噸載重和4630公里航程的戰術動作時，全球天空的運輸規則將繼續由美軍重塑。好了，本期內容到這裡就告一段落了。各位對下一代戰略運輸機 NGEL 的戰場前景有什麼看法？它能否繼承 C-17的環球霸王之名，繼續主導下一個40年的天空？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觀點。感謝大家的點讚與支持，我們下期再見。